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同在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，我们会用几次的分享来跟大家一起查考一下马太福音的28章第1节到第15节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我估计呢，可能至少要3次以上的分享才能把这一段呢跟大家呢分享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只分享前面的一小段，但有可能呢，我们在下一次分享中呢还会提到前面的一小段。那么由于这一段的信息量真的是太大了，如果是像那种台上传道人讲道式的分享的话，我觉得这段经文真要把它给讲透的话，可能至少要1个半到2个小时。但是呢，我们同在的分享并不是讲道，那么我也不是传道人，我只是在这里单纯的跟大家呢来解读圣经。那么我们所解读的方式呢，就是把圣经中这些话语进行一定的查考联系，然后呢在相关的经文中呢再寻找一些线索，这样呢大致跟大家还原这段圣经到底在说些什么。我们之前也提到过，不管是原来如此那个频道还是同在这个频道，其实呢都不能取代您到教会正式的去聚会听牧师讲道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原来如此比较偏向于主题式的分享，那么同在这个频道呢，就是单纯的跟大家一起呢查考圣经，所以角度不同，大家所得到的也不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所查考的这段经文呢，我起一个标题叫吓死人的大事件。那么标题呢可能有一点怂恿，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圣经中告诉我们，虽然呢没有真的吓死人，但是这一段圣经的记载真的跟吓死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那么我们还看一看今天的这段经文都在说些什么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今天先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28章的第1节到第4节。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呢都是怎样说的。马太福音第28章第1节到第4节。安息日将近，7日的头1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那么在第4节我们就看到了，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，竟然把人吓得和死人一样。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查考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首先这里所讲的安息日将近的意思就是过了安息日，也就是安息日的第2天的早上。那么安息日的第2天的早上，几个叫玛利亚的来看坟墓。他们为什么要来看坟墓呢？我们读过圣经的朋友都知道，因为耶稣之前已经上十字架遇难了，耶稣被葬在坟墓里。那么因为头1天是安息日，他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所以呢过了安息日礼拜天的早上，他们早早的就要来坟墓。他们来坟墓是什么目的呢？也就是说呢，在
其他的几个福音书中，像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都记载了这一段的耶稣复活的故事。那么几个玛利亚呢，他们相约着拿着香料来耶稣这里来膏抹耶稣的。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，也就是第2节中所记载的，忽然地大震动，然后呢，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。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都不寻常，一个是地大震动，地大震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种强烈的地震，整个地都在抖。而我们在查考圣经中发现，什么样的时间地会有大震动呢？我们之前看到了，当耶稣受难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咽气的那一刻，圣经记载地有大震动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死的那一刻，地是有大震动的，就是有强烈的地震。而这个时候，一天的早上地大震动，就是说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复活了，也就是对应的是耶稣受难的时候地大震动，耶稣复活的时候地也是大震动。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时间地会大震动呢？耶稣在预言7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，地也会大震动。另外呢，使徒保罗在腓立比被囚的时候，当监狱的门打开的时候，地也是大震动。所以有人说，当神做工或者呢出现大的神迹奇事的时候，地就会大震动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要仔细的去推敲。这里面所讲的忽然地大震动，不能读一遍就过去了，我们要能够理解地为什么大震动，我们要在圣经中的其他经文中寻找什么样的时间地会大震动，我们才能了解圣经中给我们留下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紧接着呢，就是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。其实新约圣经中主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并不是非常多，也就是说呢，天使并不是随随便便就下来的，它是一种不常见的场景。那么主的使者在圣经中，特别是新约圣经中都有怎样的记载呢？那么我们查考圣经中就会发现，当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的时候，以及耶稣降生期间，这是有主的使者出现过。因为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的时候，那么她呢很害怕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那么主的使者呢跟她传讲这是怎么回事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么主的使者呢向牧羊人显现，那么告诉牧羊人发生了什么，然后呢牧羊人就到伯利恒去见证了这个事情，然后呢就把这个大喜讯传开了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也看到像使徒行传的第5章和第12章，当使徒被害进入监狱的时候，那么天使也进到监狱呢，帮助使徒脱困，也有这样的记载。还有呢，使徒行传第10章中呢，天使向百夫长哥尼流显现。而使徒行传中所出现的这3次天使呢，基本上都是跟使徒彼得有关的。另外还有没有天使出现的情况呢？那么还有一次就是耶稣在旷野40天被试探的时候，圣经记载呢，后来魔鬼离开耶稣以后，
天使来伺候耶稣。除此之外呢，你在圣经中就几乎找不到关于天使的事情了。所以这一次天使从天上下来，这是件大事，我们要仔细的查考天使下来到底是做了一些什么，他们为什么要下来。我们看到第2节中对于天使下来之后的描述还是非常的详细的。这上面怎么讲的呢？这里说天使下来把石头滚开，而且还坐在上面。这个就非常奇怪了。石头是做什么用的呢？那么在当时呢，一般来讲在坟墓的门口都有一个巨大的石头，而这块石头呢，需要几个人的合力才能推动。这块石头就是为了挡住坟墓的洞口的。那么一般来讲呢，这块石头至少呢和人这么高，因为当时的坟墓来说呢，一般比人稍微矮一点，人呢需要低着头进入这个坟墓的这个洞口，所以呢，起码这个堵住洞口的石头和人差不多高。那么这样的一块石头很重很大，那么靠1-2个人呢，可能都是滚不开的。我们看到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而且还坐在上面。这个描写是非常仔细非常生动的。那么我们怎么理解上面的这段记载呢？是什么样的一个天使可以把石头滚开，而且还坐在上面？那么一般呢，我们对天使的理解呢，就像之前我们所提到的福音书中所记载的那些天使，基本上来讲呢，他们都是传递消息的。不管是向玛利亚传递消息呢，还是去解救使徒，一般给人的感觉就这些天使呢，基本上呢和人的长相差不多，和人的大小也差不多。就是说呢，天使的出现不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惧怕，而是一种很圣洁的感觉。虽然圣经中对天使的记载并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发现天使呢，大致还是分2种的。一种的呢，就是信使型的，就是传递消息的。另外一种呢，好像就是战斗型的。那么不管是跟地上的人战斗，还是跟灵界的战斗，因为圣经中有天军的记载，就是呢，有些天使是负责打仗的，有些天使呢是负责传递消息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传递消息的天使看起来呢，样子可能更祥和，更和蔼可亲，更接近人。但是呢，战斗型的天使，它的外形应该是比较生猛的。那么我们看到过《列王纪》第6章26节中的记载，所罗门圣殿中的基路伯，它有多大呢？高10肘。按照今天的算法来讲呢，就是说它的身高呢有4米多，而且还有巨大的翅膀。有的基路伯呢还是有6个翅膀，当翅膀展开的时候呢，几乎跟人的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。我们普通人呢看到过篮球明星，篮球明星这种2米左右的身高，那么普通人在他面前那已经都像是一半的人了，都感觉普通的人要渺小很多。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战斗型的天使，它的外形有可能是4米多高的时候，那就是有2个这种篮球明星，而且是篮球内线的这种中锋的这种身高4米多高。你想想这样的场景下来之后，是不是足够震撼呢？
那么对于一个1米多高的一个堵住墓门口的这个石头来说，那么对于普通人，如果你想坐上去，那你必须要跳上去。那么如果是对于一个战斗型天使，如果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路伯的话，那么1米多高的石头对于他来讲，那也就是一个小板凳。那么现在大家的脑子里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直观一点的印象了呢？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是怎样的呢？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看第3节，它的样子好像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那么天上刮风下雨，这种雷电我们都看过。那么一个天使的样子肯定不会像一个闪电，像一个雷电一样。那这里边所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经常看到当主的使者显现的时候，他是带着神荣耀的光。这里边所说的就是当这个天使下来的时候，他所发射出来的这种光有多么的耀眼，就像闪电一样。我们在黑夜中看到闪电的时候，那种光芒真的是非常的刺眼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在白天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，天亮的时候，天使从天上下来，闪烁着像闪电一样的耀眼的光芒，而且呢，他们的衣服洁白如雪。那么这样一个高大威猛圣洁的形象，散发着这种像闪电一样的光芒，如果你在场的话，你的感觉是如何呢？而且呢，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，这样一个威猛的形象就坐在你的面前。为什么说坐在你的面前呢？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看第4节，是坐在看守的人面前。看守的人是谁呢？我们经过上下文的查考，我们都知道看守的人是罗马的兵丁。这是大祭司和法利赛人请求总督比拉多所派出的一队罗马的兵丁。那么这队兵丁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，他们的表现是怎样的？他们非常的害怕，然后呢就浑身的颤抖，好像是死人一样。他们被这样的场景吓坏了。他们在这里所执行的任务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好好守住这个坟墓，谁也不许出来，谁也不许进去。他们不能允许任何的意外发生，因为如果有人盗取耶稣的尸体怎么办？耶稣不见了怎么办？这都是他们没有办法交代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，地出现了大的地震，然后从天上下来了天使，把木门滚开了，然后坐在上面。那么坐在上面的意思就是脸正对着这些罗马兵丁喽。当罗马兵丁跟天使的眼睛对视的时候，那罗马兵丁一定是吓得半死，甚至呢当场晕厥过去。这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。话说谁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呢？真的是太吓人了。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，圣经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段独特的记载？马太福音中所记载的这一段，也就是地大震动，天使下来滚开坟墓，坐在上面，把看守的人吓个半死，这样一段的记载，是整本圣经中独有的一段记载，也就是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都没有这一段的记载，这是马太福音中的一段独有的记载。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特别的记载这一段呢？
那么为什么马太福音清楚的能够记载下来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呢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带着这些思考，我们在下一期的同在节目中呢，继续来分享这一段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。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周时间里面能够好好的仔细研读这一段，那么看看您在这一段中有怎样的发现，能够看到圣经中所记载的怎样的亮光。那么同在，我们下一期接着和大家分享。